高达不能量产的背后有3座大山。深度解读 C1 宇宙3大军工体系扎夫特篇。从机动战士高达系里看现实军工生产的折射。在 C170 年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爆发之前，由大西洋联邦、欧亚联盟和东亚共和国这3家政治势力在拉格朗日伍位置建立起了拥有庞大产业集群的殖民星群。该殖民星群在完成大部分建设了以后，便开启工业生产，为全世界提供各种工业产品服务。得益于全产业链所带来的巨大优势， Plant 的工业产能立即就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没多久，总体生产总值在全世界占比当中就达到了 50%。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Plant 顺利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军工体系，然后依靠 Plant 殖民星群庞大产业链提供的产能，让这个军工体系在与地球联合军的战争当中发挥出了顶梁柱的作用。可以说，这个产业集群所带来的产能优势，是扎夫特在战场当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在这个军工体系当中，有5家单位承担起了扎夫特主要装备的研发和制造职责，而这5家单位分别是海因莱因设计局、阿西莫夫设计局、克拉克设计局、凡尔纳设计局以及威尔斯设计局。这5家单位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军工体制，因此在行政上是由 Plant 最高评议会领导的直属机构，而对应的总负责人便是最高评议会麦乌斯市代表兼国防委员的尤里阿马菲。其职责除了管理属下各家军工单位的日常运作之外，还会在关键时期领导多家军工单位进行技术攻关任务。而这些军工单位所承担的职能基本相同，都是在已划分好的范围内承担相关武器装备的设计和研发工作。这其中的海因莱因设计局尤为重要，该设计局所负责研发的是泛用型和空优型机动战士这些类型的装备。这些类型装备在扎夫特军中的定位基本属于是主力装备。像扎夫特开战之初大量装备的金恩和喜古这2型机动战士，都是这家单位所开发出来的产品。而另一家单位阿西莫夫设计局所负责研发的装备主要是在地面作战的类型。该设计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产品，就是具备4足行走和履带2种机动方式的巴库。该型机动战士在地面上作战的优秀表现，充分体现出了阿西莫夫设计局十分深厚的研发实力。第3个克拉克设计局则是专注研发制造水中型和支援型的机动战士，比如格恩和扎乌特这2型机动战士都是这家设计局的产品。虽然相较于前面2家设计局的产品，克拉克设计局的产品在地位上并不是很突出，但对于扎夫特完善自身作战体系来说，都是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剩下的凡尔纳设计局和威尔斯设计局这2家单位所负责研发的装备则有所不同。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装备，就是给新型机动战士高达配套使用的流星号。该装备能让机动战士的攻击能力直接上升至战舰水平，其背后所蕴含的技术能力可谓是十分的高超。由此可见，这2家设计局的技术能力并不比研发机动战士的单位逊色。然后除了这5家研发制造单位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供应商提供服务。这其中比较出名的便是这家名为麦乌斯军事工业公司。这家公司在麦乌斯市拥有庞大的工业基地，所负责研发的产品是机动战士使用的各型武器、防具等装备。该公司研发的武器装备类型可谓是多种多样，但在武器型号前缀都带有统一的 MMI 字样，而武器攻击类型从实弹到光束则都有覆盖，包括适用环境从宇宙到地面都有满足。而另一家比较出名的供应商名字是马提乌斯阿塞纳公司。与前面提到的军工单位不同，这家公司所处的位置并不在麦乌斯市，而是在另一个地方马提乌斯市。但该公司所研发的武器与麦乌斯军事工业公司一样，主要也是研发各型机动战士使用的武器等装备。其武器装备型号的前缀则是 MA 有所区分，但武器类型同样也包含了实弹和光束，包括攻击距离同样既有适合用于中远距离射击的枪械武器，也有适用于近战的刀剑武器。除了机动战士使用的装备之外，扎夫特宇宙战舰使用的基层装甲也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其防御性能要远优于对手地球联合军战舰使用的装甲，这让扎夫特在舰炮对轰的战斗中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剩下的在马提乌斯市涉及军工业务的还有其他多家企业，但由于相关具体信息至今没有透露，所以还有哪些军工企业目前仍不得而知。而除了 Plant 殖民星本土的军工企业之外，扎夫特部分装备也会对外进行采购，比如这家名为 Nodisop 的企业，
其业务长期专门生产各类轻武器装备，出口到世界各国。这其中就包括了扎夫特装备的制式手枪 Nodisop COM83A2，不过该枪引进的时间比较晚，直到 CE73年才在扎夫特军中批量装备，将之前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制式手枪全部替代。不过手枪基本上是中层以上军官装备使用，所以扎夫特对外采购装备所涉及的范围极其有限。而除了引进装备之外，扎夫特还在其他层面对外进行深度合作，比如来自北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军工企业温斯莱特世界集团，利用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给扎夫特的武器装备在极寒环境下展开测试工作，以便扎夫特的武器装备能够适应地球各种环境进行作战。可以说，在有了这家军工企业的协助之后，让扎夫特在地球上展开作战顺利了不少。之后，随着扎夫特与地球联合军的战争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地球联合为了挽回在战场上的劣势，也效仿扎夫特发展了属于自己的机动战士，也就是大西洋联邦与奥布联合研制的 G 系列高达。但是因情报泄露被扎夫特组织特种作战部队夺取，在克鲁泽率领扎夫特作战小队成功夺取了高达以后，扎夫特很快就发现高达的性能水平要远超于当前服役的机动战士，于是 Plant 的军工体系就地球联合的装备发展做出了改变，也就是将5家设计局整合成了一个统合设计局，集中资源对地球联合的高达进行攻关，以求短时间内实现扎夫特主战装备的跨代升级。就这样，统合设计局在尤里阿马菲的协调组织下，凭借着整合多家设计局的技术能力，很快就让全新开发的高达和应用高达技术的量产机盖茨相继投入作战，让扎夫特再一次取得了对地球联合军的装备性能优势，从而在后续的战斗中挡住了地球联合军的攻势，没有被地球联合军凭借新型机的性能扭转战局。当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结束了以后， Plant 为了进一步提升军工产业的产能，在拉格朗日4的位置建立起了一座新的殖民星，该殖民星名称为军械库1号，具有从技术研发和武器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军械库1号还作为军事要塞驻扎有大量扎夫特的部队，这样在军械库1号上生产的各型武器装备就可以直接从生产端直达用户端就近交付。而除了新建军械库1号之外， Plant 还会主动参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像这个名为深空探索开发机构的国际组织，就是由 Plant、地球联合以及诸多中立国家来共同创建，该机构简称为 DSSD， 其组织目标是为人类开拓更大范围的活动空间，去承担火星圈以外的深空探索任务。虽然 DSSD 从不进行任何有关军事方面的技术合作，但自身所开发的光辉传递者技术还是通过技术交流之类的间接渠道向外扩散，这也就让扎夫特开发的命运高达使用上了这项技术，从而使得扎夫特的机动战士技术取得了飞跃式提升。尽管由多家单位整合而成的统合设计局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把高达上使用的技术进行普及的过程中，统合设计局还是遭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障碍。虽然统合设计局研发的高达在当时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就达到了巅峰的水平，但是要把高达进行量产普及全军使用，在多个层面仍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个问题在高达上装备的各个子系统就有体现，这其中的 PS 装甲便是影响高达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型装甲技术最早由大西洋联邦实现，其原理是通过消耗电能产生相位转移效应，以此来抵御各型武器的攻击，从而具备超越当前各型装甲的防御性能。虽然扎夫特在夺取 G 系列高达后很快就掌握了该技术，但是直至2年后开发次世代高达时，扎夫特同时期的新型量产机并没有装备 PS 装甲，由此可推断出造成这样的原因，高达的 PS 装甲还未摆脱实验性质状态进入到生产阶段，或者是受生产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让相关装备长期处于小批量式生产阶段。像这种难以进入到量产阶段的情况，在武器装备研发的历史当中并不罕见，而其他的子系统多重目标火控系统和反中子干扰设备，则是因为要求驾驶员具备高空间感知能力和关键材料稀少的原因，大大限制住了在量产机上应用的条件。只有光束剑和光束武器小型化这2项技术，因为扎夫特早已在金恩上开发过同类型的光束武器，这才具备量产条件，得以在部分机型上装备使用。而且除了生产端存在限制之外，能否适用当前维护保障体系也是影响高达量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比如搭载自由高达和正义高达的宇宙母舰，就是同一时间全新开发的永恒号，而不是已经服役使用的劳拉西亚级和纳斯卡级宇宙战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高达新增了之前量产机没有的子系统，以至于现有的机动战士维护保障项目难以匹配，这也就导致了舰上需要新增对应高达的维护保障设施才能满足，包括负责操作的地勤人员也需要重新培训才能掌握高达的维护技能。就像是海军要在航空母舰上搭载具有隐身性能的新一代战机时，也是优先选择打造新一级的航空母舰来实现。但即便如此，海军也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准备和人员训练后才具备有战斗力。可以想象，推动高达普及使用，这中间产生的成本是无比的巨大，并不是造出来后就能自动达到长期稳定使用的状态。而这也就引发了影响高达量产的第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高达的作战效能所产生的使用成本要比现役的量产机高出许多。因此在定位上，高达适合作为尖兵来发挥突袭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现役量产机去执行大部分作战任务。这一点跟空军服役新一代具有隐身能力的战机一样，其定位和职能并不直接取代上一代战机，而是组合成作战体系来发挥出最大作用。毕竟战争的底层逻辑是比拼国力的消耗，如果一味的追求昂贵的高精尖装备，那么将会有极大概率在战争尚未爆发的情况下，自己就会很有可能先于对手陷入被拖垮的境地。基于这一点来看，扎夫特2年后的军备发展情况，可以说次世代高达加新千年系列的组合配置是最符合扎夫特自身情况的武器装备发展道路。